随着同盟军为期4天的单方面停火时效到期，7月19日凌晨，同盟军与缅军在腊戌重新爆发全面对攻。由于先前同盟军利用缅军腊戌西南防线的薄弱环节，接连攻克了美航和城区41营指挥部。这次同盟军利用城南突破口，兵分2路挺进腊戌城区，一路是主力211旅沿美航公路直插腊戌一保腹地，与缅军在腊戌长途汽车站爆发冲突；另一路则进一步挺进腊戌城区腹地，目前已经抵达大佛塔附近40营、959营和552营联合战址外围。同盟军动用无人机发动进攻，通过近距离优势火力施压缅军，甚至一度攻入该指挥部。缅军则出动战机和多管火箭炮奋力抵抗。与腊戌城南交火同样激烈的，还有北侧 AD 桥附近。同盟军611旅主力已经拿下了河北以南最后一片大型据点群，从而完全清剿了缅军在腊戌外围的最后一座卫星城。这也意味着缅军在腊戌外围丧失了所有的军事存在。随后611旅顺势向腊戌城区推进，与正在围攻缅军68团部的211旅在腊戌12保会师，合力围攻缅军司令部外围。第12保面积十分庞大，在腊戌机场东侧的区域主要分为2个片区，一个是曼纳星寨，已被同盟军基本占领；一个是腊戌老城。同盟军已经进入部分区域，但缅军依然在顽强固守。据说同盟军先头部队已经距离缅军司令部不足4公里，而先前同盟军与缅军争夺的焦点腊戌城南5保的507营，同盟军继续围攻营地的同时，已经占据了5保接近一半的面积，基本上切断了缅军的后路。缅军只能依靠空中补给勉强维持，甚至有视频显示，同盟军已经占领城南5保一民团首领的豪宅，看内部装饰跟先前百所成家有的一比。而在7保外围的腊戌水库片区，虽然同盟军已经基本控制局势，但缅军尚未完全放弃抵抗，依然在动用炮火进行反击，试图迟滞同盟军挺进7保腹地，同时减轻被围的912营压力。腊戌西北侧的老象山，同盟军311旅重新集结兵力，发动了猛烈攻势。此前缅军626营一部分官兵曾在附近遭围困，有10名缅军官兵缴械投降，所以同盟军也将这片区域视为重要突破口。老象山作为腊戌城北的制高点，也是腊戌司令部西侧的重要屏障。过去一段时间，同盟军主力311旅已经扫清了老象山外围的多个临时据点，但由于缅军多年布置的众多堡垒群，推进难度也不小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有消息称缅军方一把手闵昂莱撤换了腊戌东北军区司令梭丁少将，任命驻扎在密铁拉的99师师长索莱准将为腊戌军事总指挥。梭丁少将是闵昂莱的亲信，年初1027行动第1阶段结束后才被任命为东北军区司令，而索莱准将是去年12月就任第99师师长，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临阵换将，是不是很像去年1027行动第1季时吞闵走马上任，临时被调任老街代主席的场景？看来闵昂莱已经在为腊戌失利做准备了。同盟军彻底拿下腊戌只是时间问题。同时，为了避免战事进一步影响中缅边境，中方已关闭中缅边境果敢和德昂军控制的所有口岸通道，包括清水河、羊龙寨、棒赛和金三能过境通道，以及关闭了南坎弄岛通道，严格控制各种药品和物品流入缅甸，要求当地的医院、药房等登记购买者身份和通途，并在过境点严格检查所携带物品。如果有特别紧急的事情，只能绕道走由缅军方控制的木姐口岸、山东勐拉口岸，或者由克钦军控制的口岸通道。看来之前缅军方2位大人物的到访还是起到了一定效果。另一个重要的关键点是木姐，近期有消息显示，包括同盟军、德昂军、克钦军都在往木姐方向调兵，而木姐作为中缅边境最大的贸易口岸，又是多家武装的交汇点，名义上虽然还在缅军手上，但实际已经成为一座孤城，只是其目前的经济地位事关多方利益。同盟军在拿下腊戌之后，如果想直接吞下木姐，还是得仔细斟酌。在北方邻国的压力下，同盟军宣布将停火从19日延长至月底31日，前线部队不许主动进攻，遇袭可以酌情反击。然而同盟军的单方面停火显然没有得到缅军方认可。最新消息是缅军出动飞机继续轰炸腊戌同盟军阵地，同盟军则自卫反击还击缅军，所以现在腊戌城内依旧枪声一片。缅北局势将如何演变？欢迎订阅简易指南，下期再会。热情嘹亮，我们是个做人民的卧虎传，我们是个自由，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，酸甜苦辣里醒过也醉过，也曾倔强脆弱，依然执着，相信花开以后
会结果。